他叫李守福，意外穿越到南锣鼓巷50年代，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身上，接替大爷生前的工作，做起了供销社采购员。2天前，他还是21世纪魔都的一名普通社畜，每日过着朝9晚5、2点一线的生活。然而，这平凡的日子在某天竟发生了改变。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刚刚经历过大灾难的时代。1959年。我操！难道是上天觉得我之前的死亡太过轻松，所以特意安排这次穿越，想让我再次体验饥饿的滋味吗？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大叔和一个妇女朝他走来。守福，这位是从城里来的同志，专门有事来找你的。同志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是李守福同志吧？我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二娃的人呢？听到这个名字，李守福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李二娃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熟悉，他在脑海中仔细搜寻了一番。这不是我已经死去多年的大爷的名字吗？同志，李二娃我认识，那是我大爷，不过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认识就好。其实你大爷李二娃当年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之后便转到了地方工作，并在那里安定了下来。然而在上周的时候，由于旧伤复发，最终没能抢救成功而离世。在他临终前曾提及他在红星公社李庄大队还有一个侄子，也就是你，希望我们街道办事处能与你取得联系，并让你回去接替他在供销社的工作。妈，我大爷当年既然没有死，为何却从未与我联系过呢？对于这个问题，对方也没办法给予答复，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知晓其中缘由。但无论如何，现在他已经将这份接替工作的机会留给了你，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呢？那当然得接受啊，这份工作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呢。狗娃叔怎么比我还要着急呢？难道他也知道我现在手头拮据，急需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吗？目前最重要的是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好的，我接受这份工作，不过接下来该如何办理相关手续呢？说实话，我们村里的人可从未听闻过这样的事情啊。别担心，手续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只需要跟我一同前往街道办事处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接着带上这份证明去你大爷生前工作的供销社，那里会有人负责为你办理后续事宜。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出发吧。随后李守福与这位街道办的妇女一同进了城，来到红星供销社。你就是来接替李二娃工作的李守福吗？是的，这是我的亲属关系证明，请您过目。刘伟明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张所谓的证明，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经查，红星公社李守福同志系李二娃之嫡亲侄儿，情况属实，特此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倒是没什么问题。既然如此，你便可以接替李二娃的工作了，我这就给你办理相应的手续。说罢，刘伟明拿起笔，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奋笔疾书起来。片刻之后，他停下手中的动作。好了，接替工作的相关手续我已经处理完毕，但还需要上报纸，上级部门进行审批。等审批通过以后，你就可以正式来这里上班了。现在你可以先回家去，3天之后再来一趟。好的，真是太感谢刘主任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与您联系的。然后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要知道，在这个年代，在供销社里，任何一个职位都是旁人梦寐以求、难以企及的。回到家，李守福躺在床上，脑海中不断闪回着昨天发生的点点滴滴。突然间，肚子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叫声，但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忍受着饥饿的折磨。第二天清晨，李守福手里拿着砍柴刀，背着背篓，脚步虚浮地向山上走去。然而上天似乎还是眷顾他的，刚一上山，他就发现了2颗嫩绿的野菜。李守福急忙将野菜从土中挖出来，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咀嚼起来。实际上，今年才刚刚开始进入灾荒之年，许多农户家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存粮，所以他们还不至于沦落到靠吃野菜为生的地步。如果不是这样，就算李守福翻遍整座大山，恐怕也很难挖到一颗野菜。就在李守福转身准备下山之时，一头面目狰狞的狼王突然间从一旁的灌木丛里狂奔出，气势汹汹地径直朝他冲撞而来。李守福一个侧身躲闪，及时避开了狼王的撞击。一击未中的狼王显然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调转头来，紧接着又一次向李守福发起了冲锋。李守福动作敏捷地爬上了旁边一棵大树的树杈，狼王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不断地用头颅撞击着树干，似乎想要将整棵树撞倒。然而这棵大树异常坚固，任凭狼王如何冲撞，始终屹立不倒。最终狼王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尝试，只能灰溜溜地转身逃离现场。李守福直到确认狼王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一刻也不敢休息，找准家的方向就快速奔跑起来。狼王为了饱餐一顿，竟然用脑袋撞树，而我非但没有害怕，
还在树上各种嘲讽狼王。狼王在撞击9927下之后，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尝试，只能灰溜溜地逃离了现场。我也匆忙地从树上下来，找准家的方向就快速奔跑起来。回到家，李守福迅速为自己煮了一锅野菜糊糊，准备填饱早已空虚多时的肚子。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呼喊：“守福，你在家吗？”狗娃说：“我在呢，找我有什么事啊？”狗娃叔走进屋子，手里提着一个小袋子，在家就好。我估计你家的粮食也快吃完了，所以从家里拿了一些二合面给你，好歹能让你吃上一顿饱饭。李守福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惊讶和感激。在这个粮食极度匮乏的时候，有人愿意送来食物，简直就是救命之恩。毕竟每一口粮食都意味着生存的希望。狗娃说：“这礼物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收，您还是带回去给弟弟妹妹们吃吧，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些粮食。”守福了，你可千万别跟叔客气，东西都给你送来了，哪有再让拿回去的道理呀？你这不是明摆着打叔的脸吗？而且你马上就要成为城里人了，以后肯定不会缺少好吃好喝的，说不定啊，哪天你飞黄腾达了，还要反过来照顾咱们这些穷亲戚呢。所以啊，你完全不必觉得难为情哈。那行吧，既然狗娃叔您都这么说了，那这份好意我就心领了。次日清晨，小李啊，你可算是来了，你的工作手续已经办理好，从今天起呢，你就接替李二娃采购员这个岗位，给你定的是10级办事员，每个月的工资有27.5元呢。这是你的工作证，一定要收好，弄丢了可是会很麻烦的。好了，那我们先出去吧，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以后跟你一起共事的同志们。林大宝，这位小李你应该已经认识了，这几天就要辛苦你，带着他好好熟悉一下采购员的相关工作。没问题啊，主任，我一定会尽自己所能，尽快帮助新同志熟悉咱们的工作的。林大宝非常爽快地应承下来。毕竟在这个年代里，人们普遍都较为淳朴老实，不像后世那样，人人都怕麻烦，不愿意去带教新人。林哥，真是太感谢您了，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提点，多多关照呢。你可别跟我这么见外哈，大家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同志嘛，互相照应那都是应该的。对了，我以后能直接喊你手扶不？当然可以啊，林哥，周围相熟的朋友们平时都这么叫我，听起来感觉特别亲切呢。手扶，那感情好，这样一来，咱俩关系又亲近不少哩。正好，我等会儿要去扫把厂那边拉一批扫把回来，要不你干脆跟我一块去吧，顺便看看我具体是咋操作的。好的，林哥。随后，他便跟随林大宝前往主任所在之处领取提货单。拿到单子后，骑上一辆3轮车，朝着扫把厂疾驰而去。同志你好，我们是南锣鼓巷供销社的，来提货，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明。要知道，如今这个时代的工厂保卫科戒备森严，不仅配备了枪支，更肩负着守护整个厂区安全的重任，因此万万不可轻易招惹这些保卫人员。目前各大工厂的物资供应较为充裕，无需担忧被卡住的问题。这次从扫把厂拉了整整30条扫把回来。手扶啊，像今天这种列入计划之内的采购任务，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轻松的。经过这一趟的跟随学习，想必你应该也对整个采购流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了吧？林哥说的没错，这种计划内的采购业务相关流程，我已经大致弄明白了。然而，还有一部分物资属于计划之外，例如粮食、猪肉等生活必需品，有时会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采购员想方设法去采购额外的物资，这才是我们作为采购员最为棘手的问题。等你以后亲身经历了，自然就会逐渐明白其中的难处。好的，非常感谢林哥今天带我熟悉工作，等我拿到工资后，一定请你去下馆子。林大宝待他确实挺友善的，传授给他不少宝贵经验。只是目前的经济状况实在不允许啊，眼下连个稳定的住所都尚未解决呢。没错，既然工作已经落实，接下来可以前往街道办事处申请住房和落户手续了。差点把如此重要的事情给遗忘了。林哥，我刚刚入职，暂时还没有住处，我必须先向主任请假，然后去街道办咨询一下相关事宜。那好吧，那你快去吧。前进。李守福向主任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主任没有多问什么，很痛快的就在请假条上签了字。随后李守福就去了街道办。王大爷，您忙着呢。你是谁呀？来这儿干什么？我叫李守福，上次杨干事带我来过的，今天刚入职供销社，来找主任办点事儿。哦，原来是你啊，那快进去吧，别耽误时间了。然后迈步走进了街道办。王主任你好，我叫李守福，前几天咱们刚刚见过面呢。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接替供销社李二娃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吧？工作方面都已经全部办理妥当了吗？王主任，今天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妥了，所以特意过来找您咨询一下关于住房还有户口的相关事宜。这样啊，那还挺巧的。你大爷之前居住过的那间房间目前尚未收回，我这边先帮你做个登记，日后你就安心住在那里吧。至于户口问题，我也可以直接帮你一同登记在那边。你觉得这样安排是否可行呢？完全没问题啊。
真的太感谢王主任您了。关于住房问题，则需要去找杨干事带领你前去安排即可。离开王主任的办公室后，李守福朝着综合办公室走去。杨干事，你好，王主任说让我来找你解决一下住房的事情。既然已经安排好了，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吧。趁着时间还早，可以收拾一下，今晚就能住下。好的，麻烦杨干事了。李守福和杨干事走了没多久，在南锣鼓巷95号停了下来。南锣鼓巷95号，这不就是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主角所居住的地方吗？难道说自己竟然穿越到了情满四合院的影视世界之中不成？道德天尊易中海，盛世白莲秦怀茹，四合院战神何宇柱，道圣棒港，好家伙，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妖魔鬼怪齐聚一堂啊！那个杨干事，我想向您打听一下，这里的管事大爷是否有个名叫易中海的前宫呢？此刻的他心中已然有些慌乱，但却仍保持着镇定。毕竟如今这时代，间谍与不法分子异常猖獗，因此每个院子都会安排一名管事大爷。易中海，我倒是从未听闻过此人姓名。咱们这95号院子里仅有一位管事大爷，名字叫做刘建国，乃是一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家。如今嘛，则在一所小学担任教师一职。怎么，这位易中海莫非是你家亲戚不成？不是，我是听同事说他也住95号院，有个管事大爷叫易中海，我以为这么巧能跟同事住在一个院，应该是搞错了。很多街道都有95号，这个并不稀奇。目前来看，自己应该并非穿越到了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的世界，而是真真切切的来到了现实生活之中。刚一踏进院门，一位头发花白、满脸笑容的大妈便迎了上来，热情的和杨干事打起了招呼。杨干事，您怎么突然过来了？难不成是专门过来宣传新政策的吗？张大妈，我今天可不是来宣传政策的哦，我呀是特意带着咱们中院的新住户过来认人们呢。新住户，那感情好啊，咱们这院子里又要添新人喽。说起来，咱们中院不就只剩下李二娃那间房子还空着吗？对呀，这位同志名叫李守福，是李二娃的侄子，这不，他接替了李二娃的工作岗位，所以我们王主任就顺理成章的把他安置在这儿了。杨干事十分耐心的向张大妈解释了一番事情的来龙去脉，毕竟大家以后都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提前把情况说明白也好，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和麻烦。同时，他也希望能借张大妈之口将这个消息传遍整个院子，避免邻里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张大妈可是2环以内的情报专家，谁家的老母猪下了几个崽，张大妈都能给你传出2里地。哎呀，原来如此，欢迎欢迎啊！小李，你初来乍到的，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哈，大家都是邻居，互相关照是应该的。李守福脸上带着笑容，热情地向张大妈打了一声招呼。随后，他们继续朝着中院走去。首富，这个就是给你分的住房了。住房给你安排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也要赶回去给王主任汇报。房子你自己收拾一下就能住下。好的，多谢杨干事给我带路，下次有机会再专门上门给您感谢一下。都是同志，不用这么客气的。随后林干事就走了出去，紧接着李守福朝着南锣鼓巷的粮店走去。来到粮店，他领取了属于自己本月份的口粮：3斤精细的白面，5斤混合面粉及2合面，以及20斤粗糙的棒子面。需要注意的是，每月供应的不同品种粮食定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当时粮店各种粮食的库存量来灵活调整分配数量。从粮店出来后，李守福朝着红星供销社走去，想着家里空空如也，于是决定去找主任询问能否帮忙解决一些生活用品的需求。进入供销社大门后，一位在柜台后的大姐叫住了他：小李，你回来了，刚才是去粮店领取定量粮是吗？是的，王姐，今天中午我去街道办事处处理了住房问题，顺道也把粮食的事一块办妥了，要不然晚上可就没东西吃了。王姐，刘主任回去了吗？还没有呢，他在办公室里，你直接进去找他就行。随后李守福朝着主任办公室走去。小李啊，我记得你不是请假去处理住房的事情吗？怎么这么快就办好了？已经全部处理妥当了，真的非常感激街道办的王主任，竟然将我安排到了我大爷之前所居住过的房间，这可真是帮我省去了不少麻烦呢。原来如此啊，那确实应该好好感谢一下王主任才对。对了，你这次回到这里来，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主任，情况是这样的，我发现那间屋子里的许多生活用品都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我需要重新购买一些，但目前我手头上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想着能否先来找您商量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暂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等发工资的时候再从我的薪水中扣除相应的费用。见到主任主动开口询问，他觉得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于是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原来就是这件事呀，很容易解决的嘛，你直接出去看一下需要购买哪些物品，然后告诉柜台工作人员记在账上就可以了，不过金额不能超过20元哦，否则我也不好向上级领导交代。好的，
太感谢主任你了，我只需要购买一些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而已，肯定不会超过20元的。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认为十分棘手的难题，在主任这里却能够如此轻松地得到解决。也许是他自己想的太多了。当今社会的人们都较为踏实，十分重视彼此间的同志情谊。况且他所提出的需求也并未超出刘伟明的职权范畴，可以说是完全合乎规矩的。随后，李守福朝着柜台走去。多自带空间穿越到60年代，做起了南锣鼓巷供销社采购员。李守福来到柜台前，将主任的授意转达给了王姐，于是就精心拣选出了一些最为紧俏的物品。王姐，就是这些了，请您看看总共需要多少钱。这些总计17块2毛4分。至于饭盒无需付费，每位新入职的员工均会获赠一个。哦，已初来乍到尚不知晓此事，待会儿我与仓库管理员知会一声即可。好嘞，那就麻烦王姐了。随后，李守福提着大包小包，艰难地走出了供销社。回到家，只见一个老大爷站在李守福房间门口。请问您是哪位？我是这个院子的管事大爷，叫刘建国。刚刚下班回来，就听小张说院子里来了新住户，所以特地过来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原来这位就是杨干事提到过的那位管事大爷，而小张想必就是张大妈了。刘大爷您好，请进屋里坐。我今天才搬进来，很多东西都还没准备好，真是不好意思，还请您多多包涵。不必如此客气了，我这次过来呢，只是想认识一下罢了，以后有的是机会相处嘛。老头子，我还是先回家去吃饭了，我家那老婆子估计早就做好饭菜等我回家了呢。我家就在这后院的正房，小李要是得空了，可以随时过来串串门哦。好嘞，刘大爷，您慢点走哈。见人家家里头都等着开饭呢，他自然不好意思强行挽留，况且自己家里也没啥好款待客人的条件。傍晚时分，李守福径直躺在炕上，闭上眼睛，感受着身下温暖的炕席，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次日清晨，李守福上班途中，在胡同口再一次碰到了刘大爷。刘大爷，早啊！小李，你也这么早出门啊？是啊，我们供销社8点就要开门营业了，我现在走过去时间刚好差不多。那确实要比我们学校早一些，我们8点半才上课呢。那您怎么也这么早出门呢？习惯了，早点到学校，还能做些准备工作吗？然而此时的供销社尚未开门营业，他只好站在门口耐心等待。转头望去，只见王姐正骑着一辆自行车缓缓驶来。看着那辆漂亮的自行车，李守福不禁暗自感叹：王姐家果然非同寻常啊！在这个时代，拥有一辆自行车可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毕竟自行车票这种稀缺资源几乎都被各大工厂和单位的领导牢牢掌控着，普通百姓想要弄到一张简直比登天还难。王姐，早上好啊！哎呀，守福，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呀？我就住在附近不远的南锣鼓巷95号院，步行过来也就10几分钟的事儿。原来如此，我家离这儿可远着呢，我家住在通县，骑车都差点迟到。就在这时，其他同事也陆陆续续的赶到了。点完名字之后，便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工作。李守福安静的坐在办公室里，心中开始思考今日该完成哪些工作任务。林哥，您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吗？有没有具体的安排计划呢？林大宝摇摇头，表示自己同样一无所知。等主任过来后，自然会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采购项目要处理，那就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打发时间吧。这时另一名采购同事刘胜利发言：守福啊，你刚加入这个团队，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够了解。通常来说，每天的工作都会等到主任来了之后才会具体安排，所以别着急，耐心等待即可。过了一会儿，主任终于来了。小李，工作都熟悉了吗？昨天林哥已经教过我了，已经熟悉了。那就行，今天有2单采购，一单是去五金厂领一批脸盆回来，这个比较远，林大宝你比较熟悉，就由你去吧。好的，主任，没问题。小李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前往酱油厂领取一批酱油。放心吧，主任，保证完成任务。李守福和林大宝两人各自骑上一辆3轮车，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很快，李守福便来到了酱油厂。刚刚靠近酱油厂门口，就被门口持枪的门卫厉声喝住了：站住，不许动！你是干什么的？同志您好，我是南锣鼓巷供销社的采购员，特意过来领酱油的。你看，这是我的工作证。门卫听到是采购员来取货的，稍微放松了些许警惕之心，才缓缓让他进入。同志，请问一下物资科在哪里呢？我是第一次过来这边，对这里不是很熟悉。看到前面那栋3层高的办公楼没？物资科就在2楼右转的第1个办公室里，门上有挂牌。好嘞，多谢同志了。随后，李守福按照指引将3轮车停放在楼下，径直往物资科走去。同志，你找哪位呀？我是从南锣鼓巷供销社过来领取酱油的。
这是领取的条子。李守福实在不清楚应该找谁对接此事，只能如实的表明自己的来意。这事我可以处理。你是新来的吧？看起来有些陌生。你们供销社之前负责这事的好像是姓林的那位，叫啥来着？林大宝。啊，对，我昨天才入职，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行了，你拿着这个批条到旁边的仓库去领酱油。好嘞，谢谢同志。来到仓库，领了4桶酱油，每桶50斤，总共200斤的酱油。现在的酱油都是散装的，要多少就给你打多少，瓶子还要自带，供销社可不会免费提供。随后，李守福拉着200斤酱油就往供销社赶。经过一番艰难困苦，李守福终于回到了供销社。李守福走到主任面前说道：“主任，我已经成功领取了200斤酱油，并将它们安全地存入仓库中。”做得很好，辛苦了。途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没有，一切都非常顺利。那就好，我了解了。向主任汇报完工作后，李守福返回自己的工位，却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无一人。林大宝还没有回来，而刘胜利也不知去向。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工位上，思绪开始渐渐飘远，发起呆来。临近下班时，林大宝终于完成采购任务归来。首福，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对路线不熟悉，会比我回来的晚一些呢。林哥，我去的酱油厂离这里比较近嘛，而且即使不认识路，我也可以找人问路啊。也是，那你中午带饭盒了吗？没有呢，我打算回家吃饭，走路回去也就10来分钟的事儿。那行，没什么就可以回去吃饭了。吃了饭可以休息会再过来上班。咱们今天采购工作都做完了，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的。李守福巴不得早点走了，待在这里实在太无聊了。随后，李守福一路小跑往家跑。重生1960年，我为了比同事多采购一些物资，于是我就挪用了我的预配空间。大宝、小李，你们俩听好了，今天务必得想些法子，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计划之外的东西，比如鸡鸭鱼和肉啥的。明天可是有重要招待任务，需要用到这些食材呢。好嘞，主任，我们一定尽力而为。看样子今天这日子可不好过了。咋了，林哥？难道采购计划外的物资很麻烦吗？我还从来没接触过呢。由于李守福没有采购过计划外的物资，自然不清楚其中的难处。等你实际操作过一次就明白了。哪里？走吧，先跟我去领采购经费。一般来说，对于这类计划外的物资，咱们可以先去财务那边领取相应的款项，买完东西后再来按照实际购买的数量进行结账，多退少补。好的，林哥，我懂了。首福，采购价格都是定好了的，如果你能低于定价采购到物资，那多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了，懂吧？李守福听后有些犹豫，万一被主任知道了，这也是咱们一种隐形的福利了。主任知道了也不会多说什么的，自己低调一点就行。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吧，我都这么干了多少次了，只要你不声张，没人会知道的。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林大宝就骑着3轮离开了。李守福也骑着车朝着李庄大队驶去。李守福刚刚回到村口，就看到2个民兵站在那里，他们身上都挎着枪，一脸严肃地盯着自己。李守福心里有些紧张，但还是连忙下车走了过去。狗剩说：“是我啊，李守福，您不记得我了？”原来是守福啊，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怎么骑着个3轮车回来了？这是找谁借的啊？叔，我现在在供销社当采购员呢，今天回来是想看看咱们村有没有什么可以收购的物资。这辆车是公家的，方便我拉货。这样啊，我说呢，早几天队长还跟我们提起过你在供销社工作的事情，我这一下子给忘了。行了，你赶紧进村吧，我们还要继续站岗呢。没一会儿，李守福就骑着3轮车来到大队部。守福，你咋回来了？正巧我原本也有事儿要找你呢。叔，是啥事儿啊？是这么回事，你不是成了城里户口吗？村里头的房子、土地啥的，统统都得收归公家了。你得抽个空把自个儿的东西全拿走，要不然到时候大队可就直接给清走了。成，反正也没剩啥玩意儿了，我待会儿就回去拾掇。李守福心里琢磨着，似乎确实如此。既然自个儿已是城里人了，那就不该再霸占村里的地。对了，你还没说你回村干啥来了？我这不接替了我大爷的活吗？如今是南锣鼓巷供销社的采购云了，这次回来就是想瞅瞅有啥计划外的物资能采购的。狗娃说你对村里情况比较熟悉，帮我张罗呗。主要是收购肉蛋类的物资，有的都可以来我这换钱。这是好事呀，家家户户多少都有点舍不得吃的风干肉。我等下就去给你张罗一下，看有多少户想要换钱的。通知也需要时间，现在大部分人都下地干活了。这样吧，就下午2点在大队部这里统一收购，中午你就去我家凑合一顿咋样？好嘞，您安排。我先回去看看我家那房子还有什么能用的，中午再到您家去。随后，李守福径直往家走去。李守福将那些还能用的寥寥几件物品
全部放到3轮车上。李守福又一次走进房间里，准备再重新搜寻一遍。这次他主要是想检查一下地面底下是否埋藏着什么东西。毕竟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喜欢把珍贵的或者见不得光的物品深埋于地下。李守福尽管深知自家的经济状况，但内心深处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万一是真的呢？没过多久，便挖到一个玉佩。李守福拿起玉佩，仔细端详着，见玉佩上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这些图案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的符号或文字。李守福虽然不认识它们，但从玉佩的质地和工艺上可以看出，它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李守福突然想起自己前世曾经读过的那些小说，里面对于玉佩空间的描述似乎与此刻的情景十分相似。李守福通过控制意念来进出这个神秘的空间。李守福集中精神，努力将意念凝聚起来，并试着让自己的意识离开当前所在的地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尝试竟然成功了。原来穿越真的能拥有金手指啊！虽然有些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然而，李守福发现这个玉佩只能存放没有生命的物品，而且空间仅只有10立方米那么大。接着，他把家里珍贵的粮食以及仅剩下的几毛钱也小心翼翼地存放到了空间里面。毕竟放在家里总觉得不够安全，如果自己不在家的时候遭遇小偷光顾，可就麻烦了。随后，李守福便前往李狗娃家吃饭。不好意思，阿叔，收拾东西花费时间长了点。没事没事，午饭比较简单，就大白菜配馒头。现在家里也没多少粮食了，你多担待，有口吃的就行了。谢谢叔。李守福知道，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能够有一顿饱饭吃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了。下午时分，阳光正好，微风拂面，李庄大队里热闹非凡。村民们听闻消息后纷至沓来，各自怀揣着舍不得吃的宝贝，风干肉、鸡蛋以及其他珍贵物资，涌向大队部门口。李守福来到金鱼胡同，从玉佩空间里掏出1个野鸡、2块风干肉、3袋大米，朝着村委会走去。李守福害怕收不够物资，于是就拿起了野鸡、风干肉和大米做起了噱头，这样最起码村民看到收购有物资，都会纷纷过来售卖。毕竟这个年代每家每户还不一定能吃饱饭，有的家庭甚至连饭也吃不上。没过多久，李守福来到村委会，让李守福没想到的是，村民们听闻李守福要收购物资的消息后纷至沓来，这让李守福的内心无比的感动。人群之中，一个村民小心翼翼地掏出2块色泽诱人的风干肉，向负责收购的李守福询问道：“守福啊，现在这肉啥价钱呢？”“现在是5毛钱一斤，如果您觉得合适，我就给您过下账。”“行啊，就按这个价吧。”紧接着，其他人也纷纷上前询问自己手中物资的价值。李守福逐一回应着大家的问题，并按照原定的价格收购了这些物品。毕竟同处一村，过去当他遇到困境时，许多村民都曾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因此他根本没有赚取差价的念头，而是完全依照供销社的定价与村民们进行结算。没过多久，村民们带来的物资便被尽数收购完毕，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辆3轮车之上。这时，李守福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狗剩叔，您也来了，有啥好东西想换成钱吗？”“那个啥，叔这里有昨晚才打到的野鸡和野兔，都一并拿给你。”李狗剩见四处没人，便悄悄地走到李守福身旁，压低声音说道。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还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生怕被别人偷听到。李守福一听就心领神会了，他知道这些猎物都是狗剩叔私自打猎得来的，并没有打算上交集体，所以才如此小心谨慎。李守福轻轻揭开麻袋口，往里瞅了一眼，只见里面装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野鸡和2只肥硕的野兔，看上去都十分新鲜可口。他把麻袋放在秤上称了一下，总共是8斤2两，扣除麻袋的重量后，就算做8斤吧。野味的价格相对来说要比猪肉稍微便宜一些，毕竟没那么多油水。现在人们买肉都偏爱挑肥的，可以用来榨取猪油。“叔，去掉麻袋后算8斤，每斤6毛钱，一共4块8毛钱，您看成不成？”“成啊，给多少都行。”“叔，以后要是还有这种好货，您可一定要记得留给我，我会出更高的价格来收的。”“没问题，要是还抓到都会留给你的。”这次的收购行动圆满结束之后，李守福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终于赶在下班之前到达了供销社。“守福，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林大宝早就已经完成了采购工作，回到了这里。尽管他采购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足够交差了。这些都是你采购回来的吗？居然有这么多！当看到李守福采购回来的大量物品时，林大宝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我回了一趟村里，几乎把村里所有的存货都收回来了。”李守福一边回答，一边推着车子前往仓库。到达仓库后，他与仓管员完成了交接工作，然后又前往财务处进行结算。一共采购了14块3毛7分啊！真是太棒了，小李，你第一次执行采购计划外物资的任务，就能带回这么多东西来呢。相比之下，大宝今天只采购回了几块钱的物资，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听到财务的夸奖，李守福谦虚地笑了笑，呵呵，
您过奖了，我这次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碰巧遇到村里的熟人，他们愿意把东西卖给我罢了。说着，他将剩余的钱款交还给财务，让他帮忙记账。完成这些后，李守福便往办公室走去。主任刘伟明一路小跑来到了仓库门口。老王，昨天林大宝他们弄来啥好东西没？快拿出来，我这边着急用。仓管员陈小雷见主任如此焦急，丝毫不敢怠慢，赶忙跑到里面拎出了野鸡和野兔，还有几块肉干。看到野鸡野兔，刘伟明的脸色也逐渐变得温和起来。这野鸡野兔是谁弄来的？主任，这是小李收回来的。小李竟然还有这种本事呢！不过他也来不及细想，拿起野鸡野兔就匆匆离开了。至于那肉干，还是先留着吧。到了下午，刘伟明满脸笑容地走进了供销社。主任，您有什么喜事吗？快说出来，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呗。是啊，主任，让我们也开心一下嘛。哎呦，没啥，就是上级领导夸奖了咱们供销社，我当这个主任这么多年，被表扬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真的假的啊？不会是主任在跟咱们开玩笑吧？看样子主任离高升不远了呀。主任该请客了，这么大的喜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要好好犒劳一下大家。对呀，这么大的好事怎么也得请我们下顿馆子吧。面对他们的起哄，刘伟明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但还是摆了摆手，等我生了再说吧，倒是一定请你们下馆子。他的语气十分坚定，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升职后的美好生活。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要是上面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发现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那下馆子可就没希望了。别忘了，咱们可是带导着整个单位的形象。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留下一群人在原地议论纷纷。小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临近下班时分，刘伟明将李守福唤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您找我何事呀？你认识李旺财和李来福吗？认识啊，我们现在都住在南锣鼓巷，只不过都是忙于工作，一天也见不到几次面。主任，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没事，今天和我一块吃饭的领导叫李崇武，偶然提起了他侄子李来福和你认识，这不是想着你俩的关系不一般，让你去给来福说说，去他二叔那里多帮我美言几句，我的升职不是能快一些吗？行，没问题，主任，我一会就去找李来福。对了，小李，听说是你搞到那些野鸡和野兔的？对呀，昨天回村里收的。李守福再次向刘伟明讲述了一遍自己在村子里如何收获这些野味的经过。很好，这么说来，以后还有可能弄得到了啊。主任，这个我真不能保证啊。不过您也知道，只要进山打猎，多少都能有点收获吧。今天我拿去给领导做招待，领导非常满意，一个劲儿的夸赞咱们南锣鼓巷供销社有本事。所以说嘛，小李，以后你就多费点心，争取多搞些这样的好东西来。只见刘伟明从抽屉里掏出5块钱和一张5两肉票，不由分说的塞给李守福。这就算是供销社给你的奖励，你拿好了，但千万别到处乱说哦。刘主任，这不太合适吧？有啥不合适的？这是你应得的报酬。好的，那就多谢主任了。日后我肯定会想办法多弄些野味回来的。记住你说过的话就成，没其他事情的话就赶紧下班吧，趁这会儿时间还早，没准还能赶趟买点肉回家加个餐呢。呵呵，听到李守福的承诺后，刘伟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当初他曾想过，要不要直接找人顶替掉李二娃的工作，不过念在这几年的交情上，最终还是息了这个心思。没想到这个李守福还是有点能力的，竟然能弄到新鲜的野鸡野兔，之后他也还能派上用场。随后李守福径直往李来福家走去。男人在供销社上班，却从来都不在店里买东西，每次都是等天黑之后，拿个铁棍跑到郊区乱坟岗购买。就连店里的同事也纷纷效仿他。乱坟岗位于城市的边陲地带，光线暗淡，人流熙攘，透露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这就是60年代交易市场，又称黑市，只因在这里购买东西不需要各种票类，而且比市场还要便宜，所以许多人都喜欢晚上来黑市购买。李守福来到百子湾菜市场，走到一个卖猪肉的摊贩前，轻声问道：“师傅，能否给我切些肥肉呢？”然而得到的回答干脆而果断：“不行。”在60年代，肥肉可比瘦肉抢手，所以许多摊贩都不会单独售卖，只会肥瘦相间的售卖，这样价格就会统一。就这样，他毫无商量余地的被直接拒绝了。李守福看着旁边摆放着的几条已经剔除了肉的排骨，心里琢磨着买回去煲汤应该很不错，营养又滋补。这些骨头不需要用肉票，每斤2角钱，你要不要？不要，我全都要了。嘿嘿，既然有这般好事，那肯定不占白不占。李守福想也没想便一口答应下来。如今人们连吃肉都成问题，谁会舍得花钱去买骨头呢？这些排骨有时摆一整天也无人问津，此刻有人愿意购买，那师傅自然是求之不得，早点卖完就能早早收工回家。卖肉师傅心中这般想着，嘴上却是麻利的把价格报了出来。总共4斤2两，就算4斤吧，8角钱。好的。李守福爽快地将钱递过去，满心欢喜地提起排骨，美滋滋地离开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不懂得如何过日子，居然舍得花钱买那些没什么肉的骨头。可不是嘛，简直就是个败家子儿。后面排队的人们议论纷纷，纷纷指责李守福不会过日子。然而，面对这些指责声，李守福却丝毫不在意。他觉得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了，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呢？李守福默默地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其他人后，意念一动，便将排骨瞬间收进了玉佩空间之中。随后，李守福来到了供销社，此时正好是上班时间，但一直等到中午，都未见主任前来安排采购事宜。临近下午下班时，林大宝突然压低声音说道：“守福，你去过黑市吗？”我还没去过呢。林哥，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明天不用上班，我们今晚去黑市看看有没有粮食卖吧。最近家里粮食短缺，又没有票，只能去黑市试试运气了。行啊，正好我也想去看看，多囤点粮食也好。不过听说黑市比较乱，经常有人被抢钱抢东西，甚至还有把命丢在里面的。别忧心忡忡了，通常出事的都是那些独来独往的家伙。咱哥俩结伴而行，再带上些自卫的家伙时，谨慎行事即可。啥样的自卫兵器？难不成是枪吗？小声点，虽说现今枪支并未被明令禁止，但也不可肆意妄为呀。枪声极易引起警方的警觉，因此黑市立下规矩，严禁在黑市区域内开枪。再者说，我也没枪可用，咱俩各自搞一根铁棍揣身上就妥当了。行吧。两人谈天说地间，不觉已至下班时分。二人约好夜里10点于黑市外的一条巷口碰头，随后便分头回家了。李守福来到帽胡同，四处看了下没人之后，便从玉佩空间中取出一块猪肉，然后径直往家走去。刚到南锣鼓巷95号，手里的肉便被张大妈看到。哎呦喂，小李今日竟购得肉10里。是啊，张大妈，昨天我们主任给我奖励了半斤肉票，今早排队才买到的，我都几个月没尝到肉味了。李守福故意说自己几个月没吃过猪肉，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猪肉有想法。就这么一点肉，他可不会让出去。赶明我也去买点肉，我们家就一个人有正式工作，1个月就2两肉票。谁说不是呢？得了，您忙着，我先回去了。到家后，李守福争分夺秒地做了一道猪肉炒白菜和一碗萝卜排骨汤，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尽情享受着这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李守福坐在炕上思考着晚上去黑市的计划。尽管有林大宝相伴，但他仍然感到有些紧张。夜幕降临，李守福紧握着铁棒，与林大宝会合后，一同踏上前往黑市的征程。来到黑市门口，他们被2名身材魁梧的壮汉拦住了去路。你们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卖东西的？我们是来买东西的。听到他们是来购买物品的，壮汉便挪开身子，放他们进入了黑市。如果是来卖东西的，则需要缴纳1毛钱的管理费。走进黑市，里面灯光昏暗，到处都是摆地摊的小贩们。黑市摆摊并不是把所有的物品都摆放出来，只是放上一个能代表售卖的东西。比如卖粮食的，就会在摊位上放一把棒子面；卖鸡的就放2根鸡毛。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市场内寻找着粮食的摊位，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卖棒子面的小贩。什么价？1毛1斤，不要票。要多少？有多少？50斤。只有这么点，那我们全要。林大宝小心翼翼地将5块钱递给摊主，摊主接过钱后，不紧不慢地从身后拽出半袋棒子面。林大宝走上前去，用手估摸了一下这半袋棒子面的重量，接着又打开袋子仔细检查了一下里面的棒子面，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把这半袋棒子面背到自己身上。买到棒子面后，两人继续在黑市闲逛着。走了没多久，他们又看到一个摊位正在售卖粮食，但这次卖的不是棒子面，而是大米和白面，而且数量也不多。李守福和摊主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成功的购买了一些大米和白面。此时此刻，他身上的钱几乎快要花光了。既然来黑市的目的已经达成，那两人自然也就准备打道回府了。他们走出黑市，来到之前约定好会合的那条狭窄幽暗的小巷子里。然而，就在这时，一群蒙着脸的神秘人突然围了上来。原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人给盯上了。林大宝瞬间变得警觉起来，他紧紧握住手中的铁棒，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危险。两位小兄弟，别紧张嘛，我们只是碰巧路过而已。看你们好像买到了不少好东西呢。李守福和林大宝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中都觉得这群人来者不善。我们可不想惹麻烦，赶紧给我让开。嘿嘿，如果你们乖乖的把手里的东西留下来，那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否则，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一阵紧密而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那群人听到声音后，脸色大变，如惊弓之鸟般四散逃窜。太好了，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李守福高悬的心这才稍稍落地。他和林大宝抓住这个机会，趁乱无人注意，迅速逃离了现场，并带着好不容易买到的粮食赶回家里。
在闹饥荒的60年代，男人竟然用5斤猪肉换取8个鸡蛋，只因在60年代这个时候，自然灾害较为严重，导致粮食短缺，所以人们为了多囤放粮食，都会拿起家里值钱的东西，晚上到黑市售卖和交换。李守福看着家里没什么粮食了，于是就想着趁着饥荒还没完全来到，赶紧往空间里囤放点物资，不至于灾荒来到了饿肚子。李守福坐在房顶，心里想着如何再整点物资。突然，李守福灵机一动，对了，可以去黑市啊！虽然去黑市有风险，但是别无选择了。上次和大宝哥差点就去见太奶了，这次一定得提防一点。李守福往空间里放进一个砍柴刀和一根粗壮的大木棍，以防万一，一旦遭遇危险，只需一个意念，这些武器就能瞬间出现在手中，为我公用。随后，李守福就独自前往了黑市。李守福来到黑市门口，由于他是空着手进来的，所以守卫们连盘问都没有，直接就让他通过了。李守福小心翼翼地在各个摊位之间来回穿梭，最终找到了一个售卖粮食的摊位。白面和大米分别是什么价格？白面3毛钱1斤，大米2毛5一斤，不接受讨价还价。怎么比上次贵了这么多？这一切都是大灾害带来的后果，导致粮食变得越来越珍贵。我要10斤白面，10斤大米。李守福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将大米和白面放进了预配空间里，然后又继续在黑市中闲逛起来。当他走到一个售卖鸡蛋的摊位前时，他停下了脚步。这些鸡蛋咋卖的？5分1个。我用肉换可以不？李守福心里琢磨着，空间里还有一些猪肉，要是能够换成鸡蛋，不就可以多吃几顿了吗？当然可以，你的肉呢？我得先看看。李守福用意念控制将肉从空间取出。这是一条将近5斤重的野猪肉，还很新鲜的。你看能换多少个鸡蛋吧？8个。太少了吧？最少也得给我10个。请成交。摊主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决定交换。毕竟现在想要弄到肉实在是太难了。早知道多报几个了，这也太爽了吧！李守福觉得今天的目标算是圆满完成了。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他决定尽快离开这里。于是拎着鸡蛋迅速走出黑市，然后一路狂奔。在穿过一条条狭窄的小巷时，他不断的变换方向，直到确认身后没有人跟踪，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李守福小心翼翼地穿过前院，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躺在炕上，努力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并深呼吸，以平复紧张的情绪。这次黑市之行算是相当顺利了，不仅买到了目前需要的粮食，而且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情况。很快，李守福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小李，走啊！准备出门的李守福碰到了也准备出门的管事大爷刘建国。李守福突然想起自己家里还有30来斤的棒子面，这玩意儿他实在是吃腻了，要不直接跟邻居们换点别的东西吧。刘大爷，我手里有30斤左右的棒子面，想跟院里缺粮食的邻居换点东西。您在院里时间长，肯定熟悉情况，给个建议咋样？听到有粮食，刘建国整个人都精神起来。小李，你真的要拿棒子面去换东西？是啊，棒子面我实在吃不惯，现在也弄到了点其他的粮食，足够我自己吃的了，所以才想要拿棒子面换点其他缺少的物资。小李，你也别找其他人了，直接跟我换得了，正好我家粮食不够吃。昨儿个老伴还跟我说要去黑市买高价粮呢。行啊，那晚上下班回来，等没人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交换。您到时候把准备换的东西拿过来就行。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商量好换粮的事情后，两人便在4合院门口分开了。来到供销社门口，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张垂头丧气的面庞。不用想，肯定是因为粮食的事儿。首福，你领的定量里有白面吗？没呢，就只给了3斤2合面，剩下的全都是棒子面。那你们接到待遇比我们那边稍微好些，我们这边每个人才给了2斤2合面梨。现今这光景，有的吃就算不错喽。昨晚我跑去黑市瞧了一眼，那里边的粮食价格竟然涨了30%有余。不至于吧？黑市价格本就高昂，如今再涨30%，这简直不让人活命啊！他们家经常需要购买高价粮食，这往后的日子可如何是好啊？依我看呢，这粮食价格恐怕还会继续往上涨。真想买粮，还是尽早为妙。等我晚上回去就跟我爹商一下，要不要冒险去黑市买粮。没粮食，自己这一家子可咋活？林大宝的心情非常沉重，自己也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就在李守福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刘伟民焦急地走了进来。你们应该也感觉到了，最近这粮食是越来越紧缺了。是啊，主任，现在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一天比一天高，而且还很难买到呢。所以啊，你们最近这段时间就辛苦一下，想办法去采购一些粮食和肉食回来。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尽量收回来。我已经跟财务那边打过招呼了，你们可以多拿点资金去采购，不用每天都来结算。刘伟民顿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又补充道：还有啊，你们也不用每天都来单位报到了，只要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就算不来上班也没关系。为了能够保证有充足的粮
粮食供应，刘伟民可谓是给了他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毕竟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能提前做好准备的话，一旦遇到更困难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听到这里，李守福和林大宝对视了一眼，心中暗自权衡着其中的利弊。虽然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但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两人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个艰难的任务。主任，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完成任务的。好的，那就拜托你们了，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刘伟民点了点头，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随后，李守福往出城的方向一路骑行着。李守福骑着三轮车来到一个村庄前，看到2名巡逻的民兵时，急忙停下三轮车上前询问情况。同志，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然而，民兵们的警惕性非常高，他们立刻举起手中的枪，质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打听这个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李守福连忙解释道：“我是城里供销社的采购员，特地出来采购物资的。”同时，李守福迅速拿出自己的工作证以证明身份。哦，原来是城里来的同志啊！我们这里叫做丹华村。那么，同志，你打算采购些什么呢？主要是粮食、肉蛋之类的物资，如果你们有的话，也可以跟我换钱。这些物资我们自己也都缺着呢，哪有多余的？你还是到村子里问问其他人家吧。李守福心里明白，刚到这里就想做成交易并不现实，还是先进入村子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再做打算比较好。李守福来到村委会，决定找村长打探一番。同志啊，实在不是我们不想把粮食卖给你，而是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严重缺粮。现如今大家都是靠上山挖野菜勉强维持生活啊，这世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那有没有风干肉之类的食物呢？这种物资总会有些库存吧？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谁家有肉不是偷偷藏起来？听到这里，李守福心里几乎快要绝望了，心想这次算是白跑一趟了。村长思考片刻，最终还是给他指出一条明路。不过，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可以去老张头家打听一下，他可是个猎人，以打猎为生，家里或许会有一些存货，也说不定。听到还有转机，李守福心思也跟着活跃起来。那猎户家要怎么走呢？沿着大队部这条道路一直向前走，当你看到山脚下那座独门独院时，那就是了。好嘞，多谢村长。李守福向村长道谢之后，便急忙骑着三轮车朝着山脚的方向驶去。抵达院子外，正当他准备抬手敲门时，突然传来一阵凶猛的狗叫声，然后一个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头打开院门走了出来。你是谁？来干嘛的？大爷你好，我是城里的采购员，下来采购的。刚到大队部，听村长说你这里可能有储存的风干肉，所以就过来问问。老张头听到是城里来的采购员，心里的警惕慢慢放松了下来。原来是这样啊，那进来吧。一进院子，他就看到围墙下有好几只体型巨大的狗，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这些狗毛发蓬松，獠牙锋利，看上去十分凶猛。不用怕，他们都经过我的严格训练，不会随便咬人的。大爷，这些都是你养的猎犬吗？它们看起来好威风啊。不错，他们都是我的好伙伴，每次上山打猎都少不了他们。老张头看着那些猎犬，眼中充满了感情。对于他来说，这些猎犬不仅仅是狩猎的工具，更是他的朋友家人。李守福跟着老张头走进屋子，老张头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让他在这里稍等片刻。屋子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只有一些朴素的家具和几件装饰品，但墙上挂着许多猎物的头颅，这些东西无声地展示着老张头多年的狩猎成果。李守福正准备伸手触摸那只面目狰狞的鹿头，突如其来的一声怒吼，惊得浑身一颤。别摸！原本伸出的手如同闪电般迅速收回，他猛地转过身去，目光恰好与老张头相互碰撞。此时，老张头正背着一只沉甸甸的麻袋，缓缓地从门后走出。这里面有机会乱动，会冒犯神灵的。对不起啊，大爷，我对这些规矩一窍不通，请您多多包涵。大爷，这些都是您捕获的猎物吗？这些兔子是上个月进山里打的，已经风干好了。而这几只野鸡呢，则是昨晚涉陷阱捕捉到的，还很新鲜呢。哇，这么多啊！大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年轻时候抓到的可比现在多得多呢。呵呵，那您这枪法一定很好吧？不然怎么能打这么多猎物？猎了几十年了，当然准了。不过现在年纪大了，腿脚倒不如以前利索了，好多时候发现猎物也跟不上。哪里？刚看你走得多稳当，我看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矫健呢。接着，李守福走到三轮车上，把秤拿进来，开始认真地称起猎物来。他仔细地将每一只野兔和野鸡过磅，记录下准确的重量。大爷，兔肉一共是13斤2两，6毛1斤；野鸡是7斤6两，7毛1斤，加起来拢共是13块2毛04分。您看对不对？行，就这样吧。老头，我也不懂算术，不过谅你小子也不敢诓我。老张头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似乎对李涛充满了信任。大爷，您放心，我可没诓你，还指着您下次再打到猎物卖我呢，绝不会乱说价格的。李守福心里暗自庆幸，这次的交易算是成功了，毕竟已经买到了一部分肉。他想着今天的收获也算可以了，是时候回家了。大爷，钱货2清，
那我就先走了啊。李守福把肉和麻袋一起搬到3轮车上，朝着家的方向一路骑行着。